当婆媳战争把你夹在中间，你才发现自己才是那个最大问题。那天晚上，他老婆气得收拾东西冲出门，他一边追一边喊，结果老婆走了10几分钟后又自己回来了，屋里灯还亮住，婆婆坐在沙发上没睡，她夹在中间，两边都不是人。这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家庭大戏，这是台湾、中国很多家庭每天都在上演的普通夜晚。丈夫以为自己很中立，在老婆面前说我妈就是这样的人，你多理解，在妈妈面前又说她刚来不习惯，你别计较。结果两边都觉得他不站自己这边，火越拱越大。我看过太多这样的男人，他们以为两边都不得罪就是解决办法，却不知道这正是问题的根源。他和我一样，从小被父母宠大，老来得子，父母都是老师，在周口这个小地方也算有头有面。老婆是四川人，原本在广州当大学老师，经人介绍认识，奉子成婚后跟住他回来开教培机构，现在老婆在家带孩子，婆婆退休帮忙带孙子，看起来是标准的3代同堂幸福画面，但裂痕从很早开始就有了。婆婆最不满意的是老婆的普通话带四川口音，都嫁过来了，怎么还说不标准？每次聊天都要纠正，时间久了就变成冷嘲热讽。还有，老婆婚前为了留学当过短暂舞蹈主播的事，虽然婚前就坦白了，但婆婆心里总有根刺，觉得这种女人不够稳重。而老婆呢，千里迢迢从广州来到人生地不熟的周口，辞掉稳定工作，跟住丈夫白手起家，生完孩子后没上班，全职带小孩，还要面对公婆的挑剔，她觉得自己已经够委屈了，为什么还要被要求学方言这种毫无意义的事？两个人都有委屈，都有道理，但真正让局面失控的是那个站在中间的丈夫。那天睡前，他又用那套和事佬语气对老婆说，我妈以前教书习惯了，你就多让着她一点。结果老婆直接气到爬起来，冲去跟婆婆对峙，婆婆一句让她滚出去，老婆当场收拾东西跑了，她却没拦住。等她喊醒妈妈准备出去找人，老婆又自己回来了。这10几分钟对老婆来说是什么感受？她一个产后恢复期的女人，大半夜一个人跑出去，这个城市除了夫家，她没有任何地方能去，没有朋友，没有娘家人在身边，连住酒店的钱可能都得犹豫。她气头上跑出去，其实心里已经在等丈夫追上来，护着她，跟她说我们回家，我站在你这边。但丈夫没有，她选择先安抚妈妈，再出去找人。那一刻，老婆心凉了，她明白，在这个家里，她永远是外人。为什么很多婆媳关系会搞成这样？因为丈夫从来没有真正把老婆当成自己人，他还活在我和我爸妈是一家人，老婆是后加入的这种思维里。他以为两边各打50大板就是公平，却不知道这等于把老婆一个人丢在战场上。父母老来得子，对他百般宠爱，他习惯了父母的意见最重要，习惯了孝顺就是听妈妈的话。当老婆和妈妈起冲突时，他第一反应不是保护妻子，而是要求妻子多理解。这其实是一种很隐蔽的服从性测试，要求老婆学方言，要求她改变说话方式，要求她接受公婆对她过去的有色眼镜。这些都不是什么大是大非，只是想确认你嫁进来就得听我们的。老婆不是不愿意融入，而是她感受到的不是接纳，而是不断的否定。那作为丈夫，到底该怎么做？第一，先把谁的问题更大这个问题丢掉，它没有意义。你分出谁对谁错以后呢，问题大的那个人就要低头做人一辈子吗？日子还要过，家还要一起住，关键不是判断对错，而是怎么把关系修好。第二，真正该改变的是你自己，你必须在心里先把老婆升级成这辈子最重要的人。父母是血缘家人，老婆是你自己选的终身伴侣，你们会一起养大孩子，一起老去。当冲突发生时，你要第一时间站到老婆身边，而不是当和事佬。你可以私下跟妈妈说，妈，她现在产后情绪不稳，我会多陪她，你也别太苛责。同时也要跟老婆说，我知道你委屈，以后我会更坚定地护着你，但我妈年纪大了，有些老观念改不了，我们一起想办法。真正的高手不是让其中一方低头，而是让两边都觉得我被看见了。第三，给老婆实质的安全感。她一个外地人来到这里，没有工作，没有社交，没有娘家支援，你要主动创造属于你们小家庭的空间，多跟她单独相处，关起门来肯定她的付出。你放弃广州的工作跟我回来，我都知道你辛苦了。当她感受到你在背后撑她，她自然不会再用那么激烈的方式去对抗婆婆。最后，我想跟所有夹在中间的丈夫说一句真心话，你以为自己在平衡，其实是在逃避做选择。你怕得罪父母，也怕老婆失望，
结果两边都不满意。最讽刺的是，你越想两边讨好，老婆就越觉得自己孤立无援。夫妻关系是一辈子最重要的关系，它不是血缘给的，而是你亲手选的。房子再小，也是你和老婆共同的家。今天如果真的要有人滚出去，那个人永远不应该是他。当你真正学会站到老婆身边，护着她，肯定她，把她当成这辈子最重要的人时，你会发现婆媳关系反而慢慢缓和了。因为老婆不再觉得自己孤军奋战，她有了底气，也就更有耐心去理解长辈。婚姻不是两个人的事，但解决婚姻问题永远要从自己开始。你现在夹在中间很痛苦，但这也是一个机会，让你重新定义自己在这个家里的角色，从父母的儿子变成老婆的丈夫和孩子的爸爸。当你真正站稳这一步，你会发现家不再是战场，而是你们三人一起取暖的港湾。